今天确实录得很辛苦啊，但是今天我们也是讲的是群演的故事。其实我也当过群演，你也当过群演啊？来讲讲子韬的那个当群演的经历。我好像15、16岁的时候，我是在青岛，不是想当明星嘛，那时候也没唱歌跳舞的机会啊。完了以后就有一剧组，我朋友叫我去了，我不是自己去面试的，我不是你这过来玩玩，一天给我30块钱。我说行呗，那我去呗。那剧组我到现在记得那俩演员，一个是李飞儿，完了一个是郑元畅。但我们那是现代戏，一个别墅外面。什么角色还记得吗？就相当于比如说人家要走个红毯，我们就是在红毯旁边喝个香槟，假装聊天庆祝一下那种。而且那镜头都找得到呢，到现在我还上了个镜。真的群演，那是群演啊，换了好几个景，但我印象最深的是夜晚的那个景，因为夜晚那时候我已经很累了，但我记得我们去拍那地方特别漂亮，所以在我的印象里到现在那个画面还在，印象挺深刻的那个。这没想到，那时候虽然没有什么台词，但我已经觉得那时候我是个天才了。对，还3分钟。怎么落？这么没办法，导演一看我也晓得你以后有成为演员的这个机会。我说真的吗？导演说过吗？导演说过呀。那你这个急脾气，真能从早上做到半夜？那时候小，我肯定都是磨合。我那时候我特别能吃苦，我发传单一天发6个小时，不管是下雨下雪，我全都在。端盘子，我是从那个门口那种大厅里头端盘子，端到了包间儿，你知道吗？那种荣誉感，你不知道。有时候拍戏的时候，真的，我一直都跟大家都说一句话：演员真不是最辛苦的，比我们辛苦的人太多了，只是大家看不见而已。所以挺感谢那些人，因为那些人成就了我们。就是感觉演戏还挺爽的，对，跟一个这么会演戏的人搭戏，挺幸运的。这么说，我们有点讽刺的感觉。不是这么会演戏，小宋真的演得好，眼神很定。对，哎呀，当那个凶手我就不想提了，那个凶手所有线索都是指向我，气死人了。反正小宋自己也说想成一个演员嘛，我觉得这个也是向你演员之路的一个迈进。小蕊做过特约演员，对吧？你有什么感受吗？感受就是挺不容易的，也会被骂。你被骂过吗？当特约的时候被骂过。我运气还比较好，我出来就演的是那种有名字，馒头男、山贼，就出来就能有几句话那种。我第一部戏记得林志颖主演，叫《变身男女》，我演一个骗子，就大概5、6场戏吧，每场变一个造型，一会儿电话诈骗，一会儿街上算命什么的。就后来因为录节目，演一些小节目，被周星驰先生看到不是，所以今天喷血那个我印象特别深刻。真的啊？西游降魔篇喷血哥嘛。那个时候1个月都是红色的，整个人红色，因为他那个血浆它有色素，没有那么容易洗掉。我后来都不管了，反正我想说我每天都要喷，我每天都要演喷血的戏。今天录这一期感觉怎么样？因为我其实没有完全当过群演，站在后面那种观望的那种感受，你体验一下，你会觉得真的很不容易。今天我们真的有那种群演质感，尤其是所有的大的台词都是主演在说，然后杀青了也是光环都在主演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我们每一个演员，尤其是比如说分到比较重要角色演员，都应该回头看看每一个帮你搭戏的群演，因为一个戏角色没有大小，演员也没有大小，我觉得都是一视同仁的，应该多关注到身边的每一位。今天我们那个流量那个演员身后那2个小弟，那才是真正的群演，站在那儿就是，而且我还默默地听到他们在说，你往前面再站一点，你往前面站，有点拍不到你了。2个人在互相提醒，这种，挺让人触动的。我觉得想做一个演员，
希望更多的观众深刻的理解演员，演员也要需要付出更多。对啊，我觉得都剪得特别好。我们今天节目结束，谢谢大家。我们最后喊出口号吧。蒙汉家族难得糊涂。爱奇艺 Strange Name Amazing Shows。